你是否认为只要做到最好就能成功和得到认可？学生日夜读书只为满分，职场人不断改方案，周末行程都规划得满满当当。追求完美真的能带给我们全部吗？在生活里，我们常被完美吸引。学生时，有人日夜读书，只为满分，不放过一点知识；工作时，有人做方案总改，想让每个细节都好；生活中，有人周末行程都计划好，早餐到休闲都得安排得当，这样才算完美。我们好像从小就听到，完美是好东西，代表成功、棒和被人喜欢。我们总在心里想一个最好的自己，想别人看我们都是好的。于是我们努力在各处做到最好，怕犯错，怕不完美显得自己差劲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一直追求最好，可能正在害了你呢？完美主义者生活各方面都对自己要求超高，一般人都达不到。工作中，他们力求项目最好，报告逻辑清楚，数据准，一个小标点错了都会让他们难受，得改好几遍。就像广告策划师，为了完美广告方案，他仔细斟酌文案，配图从色彩、构图到文案配合都筛选调整了很多次。他花很多时间精力，想让方案创意、执行、效果都好，但忘了项目有时间限制，成员也受不了。学习上，完美主义者对成绩很执着，有点过了头。他们不只想要好成绩，一定要拿满分。为达目标，他们会花好多时间和功夫，每个知识点都不落下，多做题，多背多记。考试高分不是满分，他们就不满意，会自责怀疑。在生活方面，完美主义者对自我要求很高，他们计划每日饮食，确保营养和搭对，家里得整洁，东西摆整齐干净才行。在社交场，他们言行都小心，想留好印象给人，但这种高要求却反映对自己的不认可。他们想要达到完美才配得到爱，他们担心犯错，怕别人看出不完美，然后挨骂。不接纳自己，活在压力下，很难得到真正快乐。完美主义做事总爱对细节死磕，忘了大局和效果。比如画画时，追求完美画家可能花好多时间去画树叶的纹理、脉络光影，希望每个细节都活灵活现，但他专注这片树叶，可能会忘了整幅画的布局、色彩和主题。最后，这树叶画得很精细，但整幅画没协调，显得好普通。写作时，这种例子也有。有的作者在写文时太在意字句和修辞，老改来改去，却忘了文章主要说啥和逻辑了。他们或许会对一个段落琢磨很久，花几小时或几天，想要做到最好。不过写完这一段，他们发现文章其他的地方跑题了，结构也乱得一塌糊涂。组织活动时，完美主义者或许在场地布置上太用心了，他们为挑桌布颜色和摆装饰品，老和人员沟通掉，却没有想到活动的流程、嘉宾邀请等才是活动成功的要点。由于对细节太执着，活动准备时间变得紧张，重要环节没被考虑，影响整体效果。追求完美常让人害怕开始，然后就会拖延，行动力很差。心理学上，这叫完美拖延症。像前面说的小李，他想在学术上有成绩，很期待写一篇能发在好期刊的论文。他花了很多页查资料、做框架，还写了写作计划，特别细。但他坐在电脑前想写作，却被思绪混乱，要求完美压得喘不过气。他总觉得自己思路不清，写出来的东西怕不好，达不到发表标准。恐惧和焦虑让他选了看综艺和短视频，最终放弃了。这种逃避看似轻松快乐，其实是对内心恐惧低头了。
从心理角度看，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很高，把失败看成没法接受，任何小瑕疵都可能使他们焦虑、沮丧，甚至否定自己。面对任务，他们太看重结果完美，却忘了过程。他们怕一动就会露出缺点，然后失败。这种怕失败让他们行动时犹豫，迟迟不敢踏出第一步。这种拖沓和不动手的现象在生活中常常看到。有些人想学新语言，花大量时间找学习方法，买资料，还定计划，但真要学时，他们老找理由拖，如太累了，明天再说，没准备好等。他们老觉得条件要成熟才能学习，要不学习效果就不好。这种对完美太追求，让他们错过很多学习时机，最终语言学习没有下文了。完美主义者追完美，总在一些小细节上花太多时间，但这些对整体效果没大用。就像个完美主义者艺术家创作作品时，一个小装饰他能弄几小时或几天，他老改这个元素样子、色彩、放啊，想弄得自己满意。但这个小小的装饰对作品主题和艺术价值或许没太大影响。他太注重细节，浪费不少时间和精力，还也许让他忘了作品更重要的，比如画面构图、颜色搭配和情感表达。最后，装饰很精美，但作品整体不协调，没给观众留下啥印象。生活里也有好多这样的事例，比如有人准备会议，花好多时间选装订、字体、颜色、纸的质量等，他们觉得这些细节能看出专业和用心，所以一直改进。但会议一开始，他们发觉对内容、演讲逻辑都没准备好，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在细节上，会议表现差，没能传达好观点，效果也一般。这种对细节上的过度投入，其实是对时间精力的无效运用。完美主义者常没分清事情的主次，他们太注重细节完美，却忘了实现整体目标。他们没意识到时间和精力有限，应专注对成果重要的东西，别在一些小细节上浪费时间。完美主义者因怕失败，老给自己找麻烦，这样他们就不敢尝试新东西，能力和见识都受限，最后成长也停了。一个有名的音乐家，他在自己的音乐风格上成就很高，作品都广受大家喜欢，但音乐行业一直变，新的风格和理念也不断出来。有人劝他试试新曲风，但他拒绝了。他怕尝试新风格会摔跟头，达不到以前作品的高度，破坏了他在听众心中的形象。因此，他一直困在自己会的音乐风格里，没勇气走出新的一步。时间一长，他的音乐变得过时了，没了吸引力，事业也停了。从心理角度看，完美主义者评价自己总靠外面的成就，还有别人认同。他们觉得只有一直赢，才可以显示自己有多棒，所以他们很怕输，碰到失败的可能就会退缩或者躲开。自我设限会让他们长不大，还让他们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。真实生活里，很多人想做得太好，却把自己困住了。比如，有些职场人碰到新任务或挑战，怕搞砸了，索性拒绝。他们担心失败影响领导同事的看法，所以不敢面对。但他们没胆量试，结果错过了锻炼好时机。那些勇于尝试、不怕失败的人，常在实践中积累经验，然后能力就提高了，达到突破。追求完美者常给自己设太高的期望，这种期望带来巨大压力，长期这样，身心都会出问题。拿游泳选手菲尔普斯说，他得到了很多奥运奖牌，有28个呢，金牌就有23个，是奥运史上最多的。但得到这些荣誉后，他抑郁症了19年。菲尔普斯游泳比赛要求高，他追求每次比赛都完美，
这种对完美的追求让他受到很大心理压力。比赛前，他怕失常，得不了好成绩；赢了比赛，他也觉得不够好，觉得能改进。长期的心理压力使他陷入抑郁，他用酒精、大麻解压，还出现过自杀想法。心理角度看，完美主义者对自己期望很高，难接受不完美，现实不符期望，他们会焦虑、抑郁，负面情绪就来了。这些情绪不好，会伤害他们的健康，让他们失眠，吃不下饭，免疫也变差。厉害的还可能得心理病。我们生活中很多人追求完美，承受很大心理压力。例如，有些学生为了好成绩，天天很紧张学习，怕考不好，怕对不起爸妈和老师。长期心理压力使他们焦虑、烦躁，厌学情绪也出现了。有些职场人为事业成功，不断加任务加压，忘了身体和心理的健康，最后弄得自己很累，没法正常工作了。从缺点想法到成长想法是摆脱完美牢笼的重要一步。成长思维下，做事应看成学习成长，别只为了结果完美。就像史蒂夫·乔布斯说的，成功只有一条路，就是爱自己的工作。如果你还没找到自己热爱的事，别停下寻找的脚步，别泄气，随心而动，你总会寻到的。用成长思维工作，我们只会在乎学到的知识和能力，还有自己变强的过程。一个新媒体运营新手写第一篇公众号推文时，没经验会遇到问题，比如结构乱、说话不流畅、图片和内容不搭。缺陷思维让他容易沮丧、自责、怀疑自己能力。但如果他有成长思维，就会把这经历看作学习机会。他会仔细研究写作中的问题，找同事问，学习好的推文怎么写和排版，不断学习和实践，他写作和运营会进步，以后推文会更棒。在生活中，用成长思维处理各种事也不错。比如学做菜，开始我们可能调料放不对，火候掌握不好，做的菜味道就很差。但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成长，多试试多总结，厨艺就会进步。失败是学习机会，让我们知道自己哪里错了，好改正。生活是由很多过程拼成的，太看重结果，就让我们看不见过程中的好和得到的东西。我们要关心现在的行动，感受每个瞬间，享受成长。正如纪伯伦说的，我们走太远，忘了为啥出发了。当我们追求太完美，可能就在路上走丢了，忘了生活就是感受和玩。以旅游说，许多人旅行就只看美景和著名景点，忘了旅途过程。其实旅途的每次经历，像和伙伴聊天，看不同地方，赏风景，都很珍贵。这些过程里体会和感觉，常常比到了终点看到的景色更让人难忘。工作里，我们也要看重过程。项目执行时，目标就是完成，但过程中和团队一起解决难题、学习新知，对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都很重要。正念练习可以让我们更专心，工作时更关注细节，享受其中。正念练习就是不对现在的事情做评价，只要感觉就好。这么做，工作时会感觉更好，效率和质量也会提高。接受不完美是一种聪明和胆量的表现。要知道，生活里不完美是常有的事，人人都有长处短处，事情也不可能完美无缺。学会足够好，就可以让我们不追求太完美，放下重担，过得更轻松。就像爱因斯坦这位物理学家，他在物理上有很大成就，但也有短板。他数学不太好，研究广义相对论时遇到数学难题了，但他没因数学不好而放弃，找数学家帮忙用他的知识解决问题。他接纳自己不完美，用物理思维得到伟大科学成就。生活中，我们要接受自己不完美，
例如，我们长相平凡，学历低，身材差，但这不能阻止我们成为重要人物。我们可以多关注自己的优点，然后给自己和别人创造点价值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接受别人的不完美，理解包容身边人，才能建立和谐关系。设个实际点，有点难度，别太高的目标是成长，也能防完美主义。合理目标会让我们有动力，让我们不断前进，但目标太高，我们就容易灰心，最后可能就放弃了。设定目标时用 SMART 原则，目标要很明确，能算出来，做得到，有关系，有时间。学英语时想提高英语水平，这目标太模糊了，不好量化和达成。半年里我们要过英语4级，每天背50单词，每周做3篇阅读，2篇写作。目标明确具体，好衡量，也好达成。跟我们提高英语的大目标有关，还设了时间限制，能帮我们规划学习，提高学习效率。我们能把大目标拆小，一个一个的来做到。做项目时，我们分阶段，各阶段设定小目标和任务，完成小目标，积累信心和精力，最后达成大目标。同时，实现目标时得看情况改目标和计划，保证它们合理和行得通。追求完美像华丽但危险的梦，它迷惑我们，让我们在自我设限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失去了生活真实和成长机会。从拖延、没动力到时间精力白花了，再到自己限制自己，成长停了，还有压力大和健康问题。完美主义在这些地方慢慢影响生活，让我们走不动。我们得明白，完美只是种想象，现实里根本做不到。追求完美太过，只会让我们更痛苦和焦虑。我们要挣开完美的束缚，用新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去过真实的人生。学会变思维，从缺陷到成长，经历都是财富。看重过程，每个瞬间都美好。接受不完美，才能放松心态。目标合理，努力有方向，更易实现价值。生活就是一场旅程，不完美才是它的样子，常常有意外的惊喜。让我们别对完美太执着，简单出发，用真实心态感受生活的味道，找有意义的人生。真正的美好常常就在不完美的时刻里。